18日，优酷平台宣布，由白敬亭、张若楠主演的电影《南红》将正式上线。这一消息如同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爆微博热搜，网友们的讨论热度几乎呈指数级上升。为什么这部作品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流量？首先要归功于原著小说的超高人气。南红在晋江文学城长期稳居榜单前列，是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圣经，文字细腻，情感真挚，拥有庞大的原著粉丝群体。而白敬亭与张若楠的组合，更是为这部剧注入了国民初恋与校园男神的双重期待，一举锁死观众心中最完美的情侣形象。白敬亭一向以温柔克制、沉稳细腻的表演风格著称，他身上独特的少年感让他成为唐典一角的不二人选。而张若楠呢？她甜而不腻，清新灵动，是当下最具青春气质的女演员之一。温迪范原本就是一个藏着深情的角色，而张若楠的表演恰好给她注入了层层递进的情绪张力。两人从学生时代的青涩互动，到成年重逢的暗流涌动，每一个对视，每一次碰触都让人屏息凝神。观众评价他们不是演情侣，是让人相信他们本就相爱。南红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校园青春片，它讲述的是一段夹杂着成长、家庭变故与情感裂缝的秘密爱情故事。温迪范的离开是出于对命运的低头，唐典的等待是源于心底最深的执着。他们的故事不是你爱我，我爱你那么简单，而是在误解、挣扎、原谅与重新靠近中完成的双向救赎。正因如此，观众才会在每一次分离中心碎，在每一次重逢时泪崩。这种复杂又真挚的情感设定，才是这部剧能打动人心的核心密码。除了男女主光芒四射，南红的配角阵容也让人惊喜连连。段嘉旭、唐植、钟思乔、向朗等角色都各有特色，没有一个是工具人。他们的友情、成长线甚至让人一度移情。他们代表着现实中那群在你身边不喧哗却始终存在的人，温柔又坚定，是这部剧中不可或缺的色彩。而演员阵容方面，选角精准，演技在线，没有一丝割裂感，整体节奏自然流畅，配角不仅没拖后腿，反而频频贡献名场面，观众直呼每一条支线都能单拍一部剧。南红的成功绝不仅仅依靠故事和演员，摄影与美术同样功不可没。镜头里的一花一木、一窗一光都充满电影感，特别是在校园部分，画面总是透着一股怀旧又唯美的滤镜，仿佛回到了自己年少时偷偷喜欢某人的那个午后。而到了重逢后共处的空间，每一帧都是情绪流动的隐喻，比如他们共用厨房、阳台的对望，夜里的肩并肩，无需太多台词，仅靠氛围就让人心动。这种视觉叙事的高级感，是国产现代爱情片难得一见的细腻表达。南红的小说早已圈粉无数，因此改编影视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影视语言的转化。南红的编剧做出了聪明的选择，保留原著精髓情节的同时，对部分支线与人物动机进行了重构，使剧情更具逻辑性与情绪张力。例如，温迪范的家庭线被更多的展开，父母之间的矛盾与期望更清晰地推动了他的逃离，而唐典的成长路径也有更多铺垫，从痴情少年到成熟男人，层层递进，让观众真正懂了他。因为我们都曾爱而不得，因为我们也曾失而复得。温迪范的退让，唐典的坚持，是很多人真实经历过的情感投射。南红不仅讲了爱情，更讲了成长，成长就是不断学会在遗憾中自愈，然后在原地或他方重逢那个最初的人。这部剧不卖惨，不煽情，但它精准戳中了观众的情绪痛点。有网友评论，看完这部剧忍不住给前任发了消息。这就是影视作品真正的影响力，让你看见自己。从杀青到宣传，南红的营销策略一环扣一环。先是放出剧照海报，营造神秘感，再以预告片刺激粉丝嗅觉，然后在微博、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轮番发酵话题，比如白敬亭壁咚张若楠，唐典到底等了温迪范多少年等，迅速引发网友自发讨论。如今上线在即，优酷的预约量早已突破400万，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爆款未播先火的典型案例。它不仅证明南哄的热度，更说明这部剧的市场接受度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2024年火遍全网的《藏不住的秘密》曾一度被认为是现代爱情片的天花板，但如今南哄强势来袭，正在悄然刷新标准。两者题材相似，都以青春加遗憾加重逢为核心，但南哄在情绪铺陈和人物塑造方面更胜一筹。特别是对白敬亭和张若楠这样本身就带有情绪属性的演员，观众更容易产生代入感。从目前预热声量与网络评价来看，南哄极有可能完成逆袭，成为2025年现象级作品。南哄这个词本就意味深长，它不仅代表着情绪难以平复，更是一种心灵无法被轻易安抚的执念。电影《南哄》并非简单讲述一段青春爱情，而是在用遗憾与救赎这两个极端情感，织就一场令人动容的深情回忆录。在这段从校园到成年的跨时光爱恋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位主角的悲喜，更是你我在成长中无法避免的伤痕与柔软。温迪范的逃离，像极了无数个因现实压力而不得不放手的人。他不是不爱唐典，而是太爱他，才选择不成为他人生中的负累。而唐典的等待，则是一种无声的忠诚，是在岁月面前不肯松手的执拗。他没有怨，没有问，只是静静守着那份过期却未枯萎的感情。这样的设定让观众感受到，真正深沉的爱，从不是言语和表白，而是忍耐和不离不弃。南哄不美化爱情的结局，也不神化人物的行为。它呈现的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不是永远顺遂，而是反复妥协与坚持。这份真实才是最触动人心的存在。观众会在温迪范身上看到自己的脆弱，在唐典身上找到曾经那个不愿转身离开的自己。这种代入感才是南哄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更可贵的是，这部电影没有停留在遗憾美学，而是将结局引向疗愈与成长。唐典并没有控制温迪范去改变，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包容与守护。他们的重逢并非激情燃烧，而是一种终于等到你的沉稳。这样的爱情不炫目，却持久。这也正传达了当代爱情观的一种转变，我们不再追求轰轰烈烈，而是向往那种即使沉默相对，也能感到安心的关系。所以，看南哄不是单纯感受男女主的感情线，而是通过他们的故事去回望自己的人生路径。我们是否也曾南哄？我们是否也正在哄回某个离开的人，或者那颗曾经不再相信爱的心？结尾不再是终点，而是一种情绪释放后的重启。唐典和温迪范的故事也许结束了，但他们带给观众的感受，引发的共鸣与反思，却才刚刚开始。